走到湖边，如果无聊的话，常常会捡起一块石头打水漂。而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每年还会举行正式的比赛，不是比谁的石头跳的次数多，就是比谁的石头跳得远。目前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打水漂最多可以弹跳88次，最远可以飞121米。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为什么高手可以创造纪录，而我们使出浑身解数才只有几跳呢？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要先明白一件事情：石头为什么能飘起来？当我们扔出石头后，它会以一定的速度飞向水面，在与水面接触时，一部分液体会获得与石头相同的速度。根据伯努利原理可得，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也就是说，在下方静止不动的流体和上方被带动的流体之间产生了压强差。当向上的压力足够大时，石头就能克服自身重力，产生一个向上的速度，出现所谓的水漂。但是仅仅飘起来还不够，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石头在水面上持续弹跳呢？这就涉及到了4个核心要素：形状、速度、角度和稳定性。形状毫无疑问指的是挑选一块合适的石头，经验告诉我们，越扁平的石头越好用，就像冲浪板一样，只有与水面的接触面积够大，才能够充分接受来自水面的托力。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想要水漂打得好，速度自然不可少。当石头的初速度超过 2.5 米每秒时，弹跳才会发生，而每一次的碰撞又必然会损失能量，所以手径越大，石头飞行的速度越快，能够弹跳的次数也就越多。当然，打水漂不只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很多人在打水漂时会弯腰调整姿势，让石头倾斜着进入水面。和冲浪板微微翘起的前端相似，打水漂也需要一个20度的梦幻夹角，因为一旦弓角过小，竖直方向上的分力就会不够，难以起跳，而弓角如果太大，水平方向上的阻力又难以抵抗，失速严重。最后还有一个技术要点，让石头旋转着飞起来。我们可以联想高速旋转的陀螺，只有给石头一个较大的角动量，才能让它在跳跃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综上所述，在湖边找一块扁平的石头，控制好角度，用尽力气将其旋转着甩出，应该能打出个漂亮的水漂。那跳出游戏视角，还有哪些地方会用到打水漂呢？2战时期，英国航空工程师巴恩斯·沃里斯发明了一种圆筒形的炸弹，它可以弹跳着越过鱼雷网，命中水坝。除此之外，在大气层也能实现打水漂。当航天器以极高的速度返回地球时，会出现2个副作用：一、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导致飞船损坏；二、减速太快产生的极大过载使宇航员和电子设备吃不消。这时，如果让航天器跳跃式再入返回，就能在减速的同时降低温度。我国的嫦娥5号便是采用这种方法返回地球。在电梯坠落的最后一刻跳起，能保命吗？在我的印象里，许多科幻电影和恐怖电影里都出现过电梯桥段，不是被困在电梯里，就是有亡魂在电梯里游荡。在电影《生死时速》中，反派更是用炸弹炸断了电梯的3根钢缆，使轿厢直接从40层开始坠落。这样的惊险情节看多了，潜意识里总会觉得电梯的危险系数有些高。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电梯真的会坠落吗？其实，现代电梯不仅是一个小小的金属空间，在轿厢外面还存在着一些你看不到的安全装置。首先是电梯的钢缆数量。对于一般的住宅楼而言，至少需要3根钢缆，而理论上讲，1根钢缆就能够承受住电梯轿厢的所有重量。如果非常不幸，所有的钢缆都发生了损坏，那么电梯的超失速安全保护系统就派上了用场。它主要包括限速器、安全钳、爆闸等装置。当电梯快速下坠时，如果速度超过额定速度的 115%， 那么限速器就会立即工作，切断电梯的驱动电源。在爆闸刹车制动后，限速器就会通过钢丝绳拉动轿厢底部的安全钳，使轿厢卡在导轨上动弹不得。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些装置都失灵了，在电梯井的下部还有一个终端越位安全保护系统。
它不仅会再次阻止电梯的运行，还包括一个缓冲器，即电梯就像砸在一团棉花上一样，能够消耗部分能量，减小对乘客的身体伤害。不仅如此，国家还规定至少每15天对电梯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不过话虽如此，还是忍不住脑洞大开一下。假设你现在走进一个年久失修的电梯，只听一声巨响，电梯开始急速下坠，所有的安全措施都不起效，那么在落地的前一刻高高的跳起，能不能保住一条命呢？答案是想太多了。我们可以简化这个模型，忽略空气阻力，让电梯从10米高处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和电梯在落地时的瞬间速度接近14米每秒。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当你向上跳时，你和电梯的总动量保持不变，但你的动量会被电梯分走一部分，因此起跳速度有所减小。就按3米每秒来算，那么最终相对于地面的速度会减少到11米每秒。NASA 曾对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速度进行过研究，在双脚着陆的情况下，人最多能够承受12米每秒的撞击速度，12到17米每秒尚有可能幸存，17米每秒以上几乎无望生还。当然，上面列举的情况还只是想象，因为跳起时你的双脚并没有着地，高层建筑的高度也不止10米。在失重的电梯里，你能不能跳起来，以及跳起来的速度有多少，并不能确定。而在短暂的坠落过程中，你也无从得知电梯何时落地，就更别提在电梯着陆的前一刻跳起了。最后回到现实生活，因为有安全系统的层层保护，电梯坠落的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要傻傻的尝试跳起，因为这可能让你失去平衡，伤得更重。正确的做法是将头部和背部紧贴电梯，膝盖微微弯曲，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都江堰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说它造就了天府之国？岷江发源于四川省北部的岷山，它从成都平原的西侧向南流去，水流量巨大且流速湍急。在古代，每当夏季山洪爆发时，江水就会由灌县流入成都平原，引发洪灾。洪水退去后，沙石千里，再加上灌县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致使成都平原常年遭受旱涝灾害的困扰。公元前272年，在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矣的军事主张下，李冰父子奉秦昭王之命，将成都平原建成秦国统一天下的军事粮仓。这当中的关键便是根治岷江水患。实地考察后，李冰认为，要想引水分流，就必须凿穿玉垒山。在当时没有火药不能爆破的情况下，他们想到了可以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先用火烧热岩石，再将水泼在上面，石头便会崩裂疏松，更容易开凿。经过8年时间，玉垒山终于被凿出了一个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取名宝瓶口。但是在引水工程完成后，由于江东地势较高，水流依然难以进入宝瓶口，于是李冰父子又率人在离玉垒山不远处的岷江上游建造了分水堰。他们将大猪笼装满卵石堆放在江心，形成了一个像鱼嘴一样狭长的小岛，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鱼嘴。它将汹涌的岷江分割为内江和外江2个部分，外江用来排洪，内江则由宝瓶口引入成都平原。又因为二者的取水宽度和地势高低不同，它们的分水比例也在巧妙地变化着。在冬天和春天的枯水季节，岷江水量小，河流主线靠近凹岸，约60%江水流入内江，保证了农田的灌溉。而在夏秋季节，岷江水位升高，河流主线相对顺直，有60%的江水被排入外江，剩下4%流入内江，也就避免了成都平原洪水的发生。这就是著名的4-6分水。同时，泥沙在鱼嘴处也实现了2-8分沙，因为内江处于凹岸，外江处于凸岸。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表层水流向凹岸，底层水流向凸岸，因此80%的泥沙会随着底层水流入外江。而为了进一步实现泄洪排沙，李边父子还修建了一条长200米的飞沙堰。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的流量上限时，
多余的水便可以通过飞沙堰自行溢出，汇入外江。其次，利用江水直冲水底崖壁产生的旋流冲力，可以使 15% 的泥沙从飞沙堰排出，从而保证内江的流通顺畅。以上便是都江堰的3个重要组成部分：宝瓶口、鱼嘴和飞沙堰。它们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实现了分水、排沙、泄洪等重要作用，为天府之国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余秋雨曾在游览都江堰后写道：“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直到今天，都江堰已经建成了近2300年，还一直在投入使用。2008年，它更是经受住了汶川大地震的残酷考验。这不仅归功于古人的聪明才智，也少不了历代人民对都江堰的精心维护。最黑的材料有多黑？观察这2个面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右边是一个立体的人物面部造型，而左边就是一块黑漆漆的平板，除了颜色什么都看不到。然而现实情况是，眼睛又成功地欺骗了你。其实它们是2个相同的面具，只是其中一个被涂上了黑色颜料范塔黑。2014年，英国的萨里纳米系统公司成功研制出了这种超黑材料，它在特定的波长下吸光率高达 99.965%， 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光线可以被反射回来。因此将模型涂上范塔黑后，它的形状和轮廓就像是消失了一般，只剩下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那么这种材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这么黑呢？ Vanta 其实是垂直排列碳纳米管阵列的缩写，这种纳米管的粗细只有头发细丝直径的1/1000，光粒子都无法从其中通过。研究人员将它们在垂直方向上排列整齐，从微观视角观察，就像是一片片拔地而起的森林。当光线入射到碳纳米管阵列后，就会不断的偏折反射，直到最后被完全吸收。简单理解，范塔黑材料之所以这么黑，就是因为光线在碳纳米管森林里迷了路。在2014年面世后，范塔黑便作为最黑的人造物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后来这个纪录被不断的打破。201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提高材料导电性能的研究中意外发现，让垂直碳纳米管生长在氯腐蚀过的铝箔表面，可以让铝箔吸收 99.995% 的入射光。这次实验阴差阳错地得到了有史以来最黑的材料。为了纪念它的诞生，艺术家将一颗价值200万美元的钻石表面涂满了这种材料，并将其命名为虚荣的救赎。那么最黑的材料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人们要不断地挑战极限呢？首先，它能够消除照相机、摄像机和望远镜镜头的干扰光，提高光学仪器的灵敏度。其次，它可以隐藏高低起伏的物体轮廓，是一种理想的伪装涂层。再者，它还能吸收大多数的光子，可以制作高效的太阳能板。因此，不论是在太空探测、军事武器还是新能源领域，最黑材料都有较大的应用空间。然而，前面介绍的2种碳纳米管材料不仅制备要求十分苛刻，且容易脱落，需要精心保护，因此并不能作为普通商品供人们使用。但是自2017年以来，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可以购买到的最黑颜料。例如2020年10月，日本一家公司推出的真黑色无双颜料，吸光率达到了 99.4%， 将它涂在物品上，可以轻松地实现平面化、磨砂、架空、隐身、消失等创意效果。沙漠的沙子为什么不能用于建筑用沙？大到房屋建筑，小到玻璃芯片，沙子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沙子的需求量更是日益增多。早在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在沙子比你想象的更稀缺报告中提到，全球每年已有超过400亿吨的沙子和砾石被开采出来，其中 70% 的沙子消耗在了亚洲。我国单2011年到2013年使用的沙子量就超过了美国20世纪100年的消耗。2019年7月2号，《自然》杂志更是直接的发表评论称，地球上的沙子快不够用了。但是这些言论也会让人产生疑惑，
沙漠里的沙子明明那么多，为什么不用它们来建造房屋呢？第一，沙漠中的沙子太细了，在锋利的侵蚀下，沙子之间相互摩擦，导致沙子的表面非常光滑且颗粒极小，它们的吸水性和固定性都比较差，建造出来的房屋质量堪忧，根本达不到国家的建筑标准。因此，即使地处沙漠的迪拜，也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沙子。第二，沙漠的沙子含盐碱量超标。受气候影响，沙漠地区的降水量很少，且日照时间非常长，这就造成了沙子的盐碱性较强，可能会与其他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影响建筑质量。并且，长期风化下的沙子表面会附着不少有害物质，一旦用作建筑材料，也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三，成本太高。在恶劣的环境中挖沙，不仅需要较高的人工费用，想要把它们运出去，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因此，综合以上原因，建筑行业并不会使用沙漠中的沙子来建造房屋，而他们利用最多的则是河沙。河沙颗粒的尺寸大小以及光滑程度都符合混凝土的要求，并且经过水流的长时间冲刷，沙子表面较为洁净。再者，在开采河沙时，工人并不需要使用大型的专业设备，也不必进行二次加工，直接就可以出售，开采成本极低。因此，在需求量激增的情况下，人们开始疯狂地开采河沙，更有甚者非法开采。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船只的航行安全和当地的生态环境。那么，有没有什么材料能够代替河沙呢？其实，海沙在城市建筑中同样使用广泛，但是它的内部常常混有贝壳、盐分以及氯离子，而氯离子成分超标的混凝土会对钢筋造成严重的腐蚀作用。因此，国家建设部规定，建筑工程中使用的海沙必须经过专门的淡化处理，其中的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6/1000。除此之外，将石头粉碎后得到的基质沙也能在混凝土中使用，它的坚固性能虽然没有河沙强，但也达到了国家优等品的标准，在普通混凝土中使用并不存在问题。并且，建筑工人还能根据不同的工艺需求，将其加工成不同规则和大小的沙子。虽然说现在它的制造技术还不够成熟，应用范围也不够广泛，但是相信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未来基质沙可以代替天然河沙，成为建筑市场发展的方向。色的脾气非常大，放进水里就会自然爆炸，不过放进煤油中又变成了一个安静的美男子。铯是自然界中最软的金属，末氏硬度只有 0.2， 所以可以在煤油中轻易的切断。它的熔点为 28.5 摄氏度，将一管铯金属攥在手中，就能看见其融化成液态。这样一种极为活泼的金属，在自然界中仅以盐的形式存在。而你一定想象不到的是，100多年前，科学家们竟然从矿泉水中提炼了铯金属。19世纪50年代，德国科学家罗伯特·威廉·本生发明了本生灯。他发现，把含有不同元素的物质放进火焰中，呈现的颜色不尽相同。例如，含钠的物质呈黄色，含钾的物质呈紫色等等。那么，能不能利用这个灯推测出一些新的化学元素呢？这就需要解决以下2个问题。一，当几种元素混合在一起时，一些剂量多的元素颜色明显，而剂量少的元素几乎看不到颜色。2，有些物质燃烧后呈现的颜色基本相同，肉眼难以分辨。所以本生感叹道，如果有一种比眼睛更专业的东西就好了。这件事情被德国的另一位科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知道了，他刚好发明了一种能将光线分开的光谱分析仪。于是两人合作，找到了一种发现新元素的方法——光谱分析法，即把物体加热后产生的蒸汽透过分光镜，就能观察到不同的光线。本生尝试把一瓶产自瑞典丢克海姆的矿泉水放在本生灯的火焰上，然后用分光镜分析成分。他发现里面除了钾、钠、钙、锂等元素的光谱，还有2条距离很近的蓝色光线。在重复实验多次后，两人确定这是一种新的碱金属元素，并将它命名为 cesium， 也就是拉丁文中天蓝色的意思。那时的他们一定想象不到，从矿泉水中提取出的铯比黄金还要昂贵，1克能卖到上千元，
也想象不到性质如此活泼的金属会在尖端科学领域发光发亮。上世纪中叶，铯137就开始应用于工农业和医疗领域。上世纪80年代，铯开始在航天航空领域大显身手。在离子火箭中，金属铯被加热到1650摄氏度变成蒸汽，然后用电子束轰击铯原子使其电离。铯离子在高电压和强磁场的共同作用下，就可以形成每小时15万公里的离子流从火箭尾部喷出。1967年，人们依据铯133原子的振动周期重新定义了1秒钟。1995年，法国成功研制了铯原子喷泉，也就是冷原子钟。它不仅是精准计时的仪器，也是 GPS 的基础支撑技术。一把直直的雨伞为什么能够通过弯弯的辣椒通道呢？拐杖的下方明明是直的，为什么倾斜一个角度就能从挺着肚子的拐杖孔里旋转出来呢？手摇这根红色的塑料棒在转动的过程中，怎么就恰巧通过了弯曲的小洞呢？看完以上3个曲直片段，是不是觉得挺神奇的？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杆子的运动轨迹，它形成的曲面叫做单叶双曲面。如果用刀竖直砍一下，就得到了2半双曲线，取其一半便是前面视频里出现的弯洞了。而通过轨迹图也不难看出，如果用几根铅笔插在事先做好的底座里，就能拼出一个双曲面笔筒。用一些橡皮圈将竹签连接在一起，还能拼出和广州塔相似的形状。这便是单叶双曲面的一个有趣特性——直纹曲面，即它可以通过一条直线的连续运动得到。也就是说，在建筑领域中，用直的钢梁就能修建出好看的弯曲形状，比如刚刚提到的广州小蛮腰，再比如发电站的冷却塔，它并不是直直的一根圆筒，而是中间细2头粗的单叶双曲面。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材料，还能大大的增加强度。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弯曲来变强的例子可不在少数。吃披萨时，如果这样拿，就很容易耷拉下去，而用一根手指撑一下，把它弯成 U 型，就能稳稳地吃到嘴里了。吃薯片时，圆弧状的薯片轻轻一掰就会碎成2半，而采用双曲抛物面，也就是马鞍面形状的薯片就坚强许多。在受到拉力时，它的凹面会承受张力；在被挤压时，它的凸面会承受张力。因为这种承重抗压的特质，双曲抛物面也时常出现在建筑领域中，比如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冰丝带速滑场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室内自行车馆。结构大师菲利克斯·坎德拉更是将这种薯片形状运用到了极致。像这座坐落在墨西哥城的霍奇米洛克餐厅，就是由4个交叉的双曲抛物面构成。它远远的看去像一朵盛开在水边的白色花朵，因为马鞍面凸起的部分刚好在顶部处于压缩状态，凹进去的部分连接在地面处于拉伸状态，所以建筑在拥有坚固的屋顶的同时，也不会对地面施加太多的压力。无极变速是什么？以汽车为例，当它的发动机嗷嗷转动时，实际上向外输出了2种东西，一个是力气，一个是速度。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的大小不同。比如起步时需要的力气更多，而在高速上行驶时需要的速度更多。因此就需要一个巧妙的装置来让它们合理分配。传统的变速箱需要一组组的齿轮切换，低速时就让传动比大的齿轮组工作，高速时就让传动比小的齿轮组工作。因为当中存在空隙，所以难免会有顿挫感。但无极变速就不一样了，它利用锥形和皮带机智地实现了无缝衔接。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上方的圆盘在最左侧时，它跟圆锥的直径相等，也就是说圆盘转一圈，圆锥也转一圈。当它往下移后，圆盘还没转够一圈，圆锥已经转了好多圈。如果把2个圆锥拼在一起，然后再用皮带连接，那么就能实现速度的自由转换了。当然，现在汽车上使用的 CVT 又复杂了一点，依旧是2个滑轮，但每个滑轮都由2个锥面构成，中间留有空隙，呈现出 V 型。
连接滑轮的不再是皮带，而是更耐用的钢带或者钢链。以钢带为例，它由成百个推片和十几层钢带组成。从侧面观察，推片的边缘也呈现出 V 型。如此一来，随着中间空隙的大小变化，钢带会上下移动。举个例子，在汽车起步时，主动轮锥盘中间的空隙较大，钢带就在最底下。此时，主动轮转好几圈，从动轮才转一圈，这样能输出更大的扭矩，利于车辆起步。而当汽车加速时，控制系统会缩小主动轮的锥盘距离，皮带随之移到上方。与此同时，从动轮的锥盘距离增大，皮带就掉到了下方。这跟刚刚的情况截然相反，主动轮转一圈，从动轮能转好几圈，速度自然就提了上来。虽然说无级加速非常顺滑，也比较省油，但是它还是有缺点的。比如钢带决定了 CVT 的使用寿命，只要变速箱工作，钢带就在磨损，并且因为传动方式依靠摩擦力，大大限制了它所能传递的扭矩，一旦突破极限就会打滑，这将对变速器造成极大的损耗与伤害。所以大部分 CVT 车型主打的是经济、舒适和家用，想要追求刺激和可控性，它就不是很好的选择了。前几天刷到一条视频，铁路旁安装着一排排的小圆桩，当车轮驶过时，它们就像打地鼠一样此起彼伏着，看起来有趣极了。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从没见过铁路上有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特殊用途呢？原来这些铁蘑菇的学名叫减速顶，它们的工作地点并不是我们日常看到的铁路正线，而是在货物中转的编组站。在这里，列车要经历到达、解体、集结、编组和出发等一系列过程。其中的解体过程很是有趣，吊车机会顶着十几节带编车组冲上驼峰，当最前面的那个接近峰顶时，打开车钩，后面的车辆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溜放到预定好的线路上。这个方法非常聪明，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车速过快很容易发生冲撞，因此就需要额外的缓冲设备。我们在开头看到的减速顶便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块是露在外面形似蘑菇的滑动油缸组合件，另一块则是跟钢轨连接的壳体。在正常情况下，充有氮气的蘑菇头都抬得高高的，当车轮压过时，减速顶内的活塞杆会被迅速压下，瞬间变成了矮蘑菇，但这也给车轮施加了一个反方向阻力。当压过的蘑菇头数量足够多时，车轮的速度也就慢慢的降了下来。也正是因为这些蘑菇头的存在，编组站里出现了一群采蘑菇的铁汉子，他们要经常检查减速带是否损坏，而检查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用脚踩一踩，如果有一定的阻力，那便是正常，如果毫不费劲，那是该充气了。当然，除了减速顶，还有一些有趣的制动方式，比如铁鞋制动。从这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车轨旁站着一位制动员，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铁鞋叉子，在合适的时机，鞋子会被挑起放在轨道上，跟着跑了一段距离后，铁鞋就成功地穿到了轮子上。这时部分的滚动摩擦转化为了滑动摩擦，阻力大大增加。在行驶了一阵后，我们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拖鞋道岔，它包括新轨、异轨和护轨。在这里，铁鞋滑落到了地上，而车轮则会沿着轨道继续前行。将一颗巨大的石球吊起来，然后慢慢地放在喷泉上，最后调整一下位置，就得到了我们在酒店门口经常能够看到的风水球。世界上最大的风水球位于弗吉尼亚科学博物馆的门口，工匠们将一块黑色花岗岩雕刻成了直径 2.653 米、重达 29.3 吨的地球仪。而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仅可以被薄薄的一层水膜托起，还能在上面不停转动，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将它的横截面绘制出来。除了上面的大石球，下面的底座还包括球窝、球托和供水口3部分。首先，在供水口里涌出来的水是具有一定的压力和速度的，它会传递给球窝部分的水层，又因为球窝与石球的接触面积非常大，
所以原有的水冲力会被放大很多倍。这和之前讲过的千斤顶有些相似。如此一来，便有了一个巨大的向上的力将石头顶起，而在顶起来的瞬间，球体与球窝之间几乎没有了摩擦力的影响，因此只需要轻轻一碰，球体就会旋转起来。可是回想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风水球，根本就没有人专职去碰它，为什么还能在水上不停旋转呢？原来底下的球托不是正的，而是稍微倾斜了一点，这就会让水窝的一侧出水多，一侧出水少。又因为水从底座流出的瞬间，会对球面产生一个旋转力，而出水量越大，这个旋转力就越大，所以球自然会被带着朝一个方向移动起来。当然，除了能把大大的实心球顶起来，水也能把小小的空心球顶起来。比如将乒乓球放在竖直的水柱上，它会旋转着上升，等到了一定高度后，乒乓球就停留在了水柱的旁边，不停旋转，整个画面好看极了。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就与伯努利原理息息相关了，即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流速小的地方压强大。当水流从乒乓球的一侧经过时，这侧的流速比较大，压力就比较小，它会与另一侧形成压力差，迫使乒乓球贴在水柱上。与此同时，水柱还给小球一个向上的冲力，但是冲力的方向却没有跟球体的重心重合，这就产生了一个力矩。在力矩的作用下，小球会旋转着上升，等到冲力与重力在竖直方向上平衡后，它就会停在那里，不停旋转了。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螺栓，与我们印象中的一个方向扭到底不同，它的螺纹分两个方向，一会儿朝左旋，一会儿朝右旋。把螺母放在上面，每转动一小段距离就会换一个方向，看得我都有点晕了。如果说刚刚提到的是一种分段式的双向螺栓，那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一种融合式的双向螺栓，即把两个方向的螺旋线拼到了一起。乍一看有点像个狼牙棒，不过对它来说，不论螺母是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都能顺滑地套在上面。也就是说，它能让方向相反的螺母共存。这其实和我国工程师唐宗才发明的唐式螺纹大同小异。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搞个双向螺栓呢？答案很简单，防止螺母脱落。比如老旧铁路上的螺母就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该如何解决呢？现在防止螺母松动的方法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摩擦防松，比如同时安装两个螺母，或者在中间加个弹簧垫圈。第二种是机械防松，比如加销固定，它能阻止二者的相对转动。第三种是永久防松，即直接采用暴力手段把螺母和螺栓锁死，焊接、粘接都行。而今天提到的双向螺栓则是结构防松，它需要两个旋向不同的螺母，紧固螺母在里，紧锁螺母在外。当遇到震动或者冲击时，虽然紧固螺母有松动的趋势，但它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所以锁紧螺母的拧紧正好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从这张图中我们能看出，与普通螺纹相比，随着振动时间的不断加长，唐式螺纹固件的预紧力几乎没有受到影响，防松效果很强。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日本的防松方法，它同样是往螺栓上安装两个螺母，只不过这次改变的不是旋转方向，而是螺母的形状。位于外侧的是凹状螺母，它的内部为正常的中心圆形加工；位于内侧的是凸状螺母。值得注意的是，这颗螺母凸起的地方是偏心的，所以二者扭在一起后，就好像往螺母中插了一个楔子一样，从而实现了防止松动的效果。前几天在网上刷到一段监控录像，两位工人正在货车上摆放成卷的货物，看到10几秒都还正常，直到第二位师傅脚踩在车底板的瞬间，火燃了起来，且火势非常凶猛，整个场面看得人心惊胆战。原来车上运输的是一卷卷珍珠棉，它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包装材料，
在珍珠棉的发泡过程中要用到丁烷气，这是一种易燃气体，也就是说，在刚刚看到的堆放在一起的珍珠棉中残留着丁烷气，且达到了一定浓度，因此湿服衣物摩擦产生的静电能瞬间将其点燃。类似的因为静电引发的危险情况还有很多，比如2021年1月9号，一位男士在给汽车加油时，发现油箱口有片树叶，就顺手把它扫掉了。但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引燃了油箱口附近散发的积聚油气。好在工作人员反应迅速，立马用灭火器扑灭了火焰。说到这儿，我不禁联想到一个时刻与此类危险打交道的工作——火药雕刻师。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材料，而是成吨重的固体火箭燃药。这种火药非常敏感，并且对燃面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只能通过人工雕刻来降低误差。而在此过程中，一旦产生静电，就会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因此，师傅们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更需要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几十年如一日的谨慎工作。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消除静电呢？最方便直接的就是接地，即将电荷引入大地，避免静电积累。举个例子，在油罐车的尾部总能看到一个铁链或者皮带拖在地上，这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里面的油液难免会摇摇晃晃，不停地与储油罐内壁摩擦。加装这个零件后，内壁上多余的电荷就能源源不断地传输给大地了。当然，静电在生产生活中也是帮了不少忙的，比如用鸡毛掸子扫一扫就能轻松地吸走灰尘。再比如激光打印机，将它拆开后，我们能看到一个硬硬的像灯管一样的东西，它的名字叫感光骨。当机器工作时，感光骨上是充满静电的，这样一来，碳粉就会被吸附在上面，随着感光骨的不停旋转，碳粉也就印在了纸上，那不就成全黑的了？这时候激光就派上用场了，感光骨上被照射到的地方，电荷就会消失，如此便能印出我们想要的图案了。这是一块天然矿石，用小刀戳一戳，竟然可以撕下一条条的絮状物。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石棉。而它也不负众望，秉承着1+1大于2的团结精神，表现出了耐热、不燃、保温、绝缘、耐化学腐蚀等众多优点，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应用广泛。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中记载：“火患之布，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布而振之，浩然凝乎血。”其中的火患布便是用石棉纤维纺织而成，在火中不仅不会燃烧，还能去除污垢。到了1900年，奥地利人路德维希·哈斯切克将石棉纤维与水泥融合，制成了一种轻巧、防水、防火、保温，还价格便宜的材料。自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石棉的合成制品开始广泛应用在建筑、汽车、化工和电气领域，就连我们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到石棉网。只是这种被誉为奇迹纤维的材料，在发展民生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威特努姆是澳大利亚西部的一个小镇，这里物产丰富，盛产轻石棉，连河床和溪流都泛着淡淡的蓝色。所以在那个二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年代，这座小镇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挖矿。人们将废弃的石棉尾矿修成了道路，将含有石棉纤维的灰尘排放到了空中，将石棉废弃物倾倒在了草坪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带来财富的蓝色矿物正在一点点地侵蚀着自己的肺。细小的石棉纤维漂浮在空气中，很容易被吸进肺里。长时间的沉积会造成肺部纤维化，也就是形成石棉肺。它就像失去弹性的气球一样，使吸气和呼气都变得困难。严重情况下还可能引发间皮瘤，而从接触石棉到最终发病，往往要经过10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当地居民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还隐藏着一个不定时炸弹。时至今日，生长在威特努姆的2万多名居民早已搬离，但无奈还是有1/10的人死于石棉相关的疾病。活着的人或是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或是承受着未知的心理折磨。
而除了澳洲、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众多国家也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石棉制品。我国在2002年宣布淘汰轻石棉，并对其余石棉粉尘的浓度进行了严格要求。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石棉只要安安静静的待着，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但是对于一些安装和拆解的工人来说，就必须提高安全意识，全身佩戴防护设备，避免将石棉纤维吸入肺中。不知道大家在上飞机前有没有听到过发动机里传来的一阵阵叮铃铃的声响？其实这是风扇叶片在转动时发出的声音。不仅如此，用手掰一掰，叶片还能够轻微的晃动，这就有些反直觉了。按理来说，发动机风扇叶片如此重要的东西，不应该牢牢地被连接在转轴上吗？为什么会松动呢？首先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知，风扇并不是锁死在发动机上的，而是将叶片一个个的卡在转盘上，这多少有点像我国古建筑中的榫卯结构。不仅如此，它还没有卡死，而是在榫头和榫槽之间留有间隙。当风扇转动起来时，二者相互碰撞，就会发出一阵叮铃铃的声响。可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仔细观察这个榫卯结构，是不是有点像一棵倒立的葱树？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为葱树型叶根和葱树型叶根槽。在发动机开始转动后，随着转速的增加，离心力也越来越大，叶片就会呈现出向外甩的趋势。但好在叶根只能在根槽里来回移动，只是每一个叶片的移动距离不尽相同。我们假设在某一刻 A 叶片被划了一下，损失了一部分的质量，那么 A 受到的离心力要小于其他叶片受到的离心力，风扇的重心也就会偏离几何中心，震动也在所难免。而机械结构最害怕的就是震动，长时间的震动会导致叶片的裂纹和掉块。那么有没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呢？使用葱树型榫卯结构便是其中之一，它让叶片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离心力小了就少滑动一点，离心力大了就多滑动一点，如此一来和谐互补，风扇的重心也就始终接近几何中心。而除了减震，鸟撞也是发动机在空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它不仅会使叶片发生剧烈的震动，掉落的碎片还会随着气流进入发动机的内部，打坏造价昂贵的涡轮盘叶片和高压压气机叶片。所以要想办法提高发动机叶片的强度。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人们在叶根距叶间2/3处做了一个向两侧凸起的凸间，它在增加叶片强度的同时，也减少了震动的发生。但是凸间也有明显的缺点，不仅加工难度大，还会降低气流的工作效率，增加油耗。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无凸间宽弦叶片，后来人们不断改进，又有了三明治结构叶片和沿用至今的横架结构叶片。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叶片作为发动机上最为娇贵的一部分，人们在竭尽所能地保护它。可是有些人却因为迷信反其道而行之。2021年4月16号晚上，有旅客在登机时出于祈福的目的，向飞机投掷了6枚硬币，迫使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对发动机进行全面排查。可不要小看1枚硬币，它和鸟类一样，也会引发一场无妄之灾。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生火方法。实验者拿出一根铁条，然后用锤子拼命地敲打它。一段时间后，铁被打得红彤彤的。此时将其放在纸片上，轻轻松松的就能点燃。相信很多小伙伴会说，明明一个打火机可以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麻烦呢？其实在我国古代乃至上世纪50、60年代，就存在着一种跟刚刚看到的非常相似的取火方法——火镰。它由铁片、碎石和火绒3部分组成。使用方法非常简单，首先将火绒垫在碎石下方，然后用铁片大力的摩擦石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铁片并不是普通的铁，而是高碳钢。在我国古代，人们会通过上百次的锤炼，将铁中的杂质去除，得到致密且坚硬的百炼钢。它推动了古代兵器的发展，当然也应用到了日常生活当中。
与此同时，火莲中使用的碎石也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一种硅质岩石，它同样具有致密坚硬的特点。在二者摩擦碰撞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冒出来的火花，这其实是铁片产生的高温颗粒。由于表面积比较大，当遇到空气后会剧烈的氧化发光，因此离远了看就是漂亮的火星。当这些星子落到了火绒上，很容易就将其点燃。下面只需要把燃烧的炭布放在引火物上，然后再吹一吹，取火任务就完成了。除此之外，在我国古代，人们还会采用木碎、杨碎等方法取火。前者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熟悉的钻木取火；后者也非常有意思，利用的是聚光发热的原理，即把铜制的凹面镜放在阳光下，光会聚集在一点上，将易燃物放在那里，不一会儿便能点燃了。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电视剧中常见的点火工具——火折子。每次看到它，我都有些好奇，为什么轻轻一吹就能燃烧呢？原来啊，在竹筒的内部卷着鼠蔓、棉花、硝粉、硫磺等物质，在使用前要先点燃它，然后将明火吹灭，让其保持在阴燃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在寺庙里烧的香一样。下面用一个打有小孔的盖子盖上竹筒，因为缺氧，里面的物质会处于一种半燃半灭的状态。此时如果将盖子打开，再使劲一吹，火星获得了足够的氧气，瞬间就能燃烧起来。